最近一段时间，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美国显然是加强了对中国的挑衅力度，不仅派军机频繁地在台海海峡执行侦察任务，还与台当局加强了军事勾连。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发布的消息显示，6月10号，美军 MQ-4C 无人侦察机及美军 RC-135U 电子侦察机接连飞往东海进行侦察活动。在此之前的6月3号，还有一架美军 RC-135U 电子侦察机从冲绳加属纳基地起飞进入东海，在中国东部海岸线外围及台湾海峡北口往复盘旋。就在美军机频繁骚扰我国的同时，美国也没有忘记加强与台当局的军事勾连。有报道称，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提名人麦耶尔就在近期表示，要按照所谓的美台关系法等相关规定，向台岛派出特种作战部队和军事顾问来指导台军进行军事训练。除此之外，在6月6号，还有3名美国现任议员乘坐着美军 C-17 运输机抵达台岛进行访问。很显然，这是美台在踩着红线向大陆挑衅，借此来试探中国的底线。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已经惹怒了中国。解放军3大军种也对此接连发出了战争警告。据悉，在6月9号，解放军陆军第80集团军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印有准备打仗4个大字的图片和解放军进行实弹演练的相关照片。而且在当天上午，解放军陆军第80集团军神剑旅还举行了跨区演习誓师大会。除此之外，装备各型东风导弹的中国火箭军也于6月8号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开了备战演习画面，并配上诸如想搞分裂，你给我听好了等文字，警告意味十分明显。同时，还有中国空军在6月9号也首次公开了绕台主力轰6K 战机发射长剑20导弹的现场画面。对此，有军事专家称，这是解放军在利用最强轰炸机对美台进行的战略威慑。实际上，解放军除了以上这些行动之外，还有其他的亮剑动作。例如，被称为攻台主力的解放军东部战区在近日也是军演不断，不仅有渡海登陆、抢滩作战，还有各种实弹射击演练。这一系列的举动都在说明，我国对台海的态度一直都没变过，那就是中国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解放军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统一。或许在美台频繁挑战中国底线的情况下，祖国统一的进程会进一步加快。经常看新闻的大家应该知道了，日前美国3位议员乘坐军用飞机突然窜访台岛的事儿，到现在也没有尘埃落定，甚至还在持续发酵过程中。在这期间，美国一再触碰中国红线，终于惹怒了中国。在美国勾连台岛后，中国明确对美国发出了警告信号，直接公布反外国制裁法案的审议过程。其实这个警告是真的很明显了，但是偏偏美国就是过于自信，真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以为拿捏住台岛就能制住中国，而中国也不会真的和美国真正交恶。可惜美国终究是搞错了一点，中国不理会美国大开大合的搞事，不代表中国惧怕美国，也不代表中国就拿美国没有办法，这仅仅只是中国愿意对美国宽容，愿意珍惜和平底线而已。如今美国勾连台岛还不够，还再次加大挑衅力度，这已经彻底惹怒了中国了。先是美国再次提出期望和台岛重启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的谈判，而岛内也瞬间对此欣喜若狂。而随后日本首相菅义伟也在公开的会谈中把台岛当作一个国家说了出来，这等心思如果没有美国的所作所为支撑，他们敢吗？再则，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的消息，美国军机不仅再次来了中国东海，滨海战斗舰时隔11个月也在同一天出现在了南海。很显然，美国这是双线并行，军机转战东海，军舰继续留守南海，是要与中国一较高下的想法已经彻底没有了遮掩。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已经彻底惹怒了中国，解放军3大军种直接震撼发生，美台这回就要小心了。其一，解放军火箭军率先公布东风快递战备演习的画面，而在视频中更是明确提到两岸一家，同胞共荣辱，中华血脉，谁搞分裂就担心利剑等等词汇，最后还为此配文，想挑事儿搞分裂，那你给我听好了。其二，解放军陆军第80集团军的官微也发布了一则消息，用准备的文字直接配准备战斗的图。其三，东海军演，这次军演就有从远航到底滩再到应急等一系列的两栖作战任务，并且是主要任务。而解放军这3大军种的磨刀霍霍，不就已经证明了台海局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一旦解放军全力出击，那么祖国的统一时间就真的近了。这是多少人民在期待的事儿，就是不知道如今美台这回准备好了没。
在6月9号，日本首相在国会和在野党党首辩论时用国家代指台湾地区，这严重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同时，这也是十分严重的外交事件，究竟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这段时间，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相当积极，先后和美国、欧洲发表联合声明，都提及到了台海问题。近日，日本和澳大利亚举行了2+2会谈，双方同样提及台海问题，还要加强军事合作。在紧急情况下，日本将会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支持。这2个始终在对抗中国最前线的国家终于开始勾结。据日本经济新闻透露，在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美国和日本正四处游说，试图把7国集团变成新的恶华联盟，还洋洋得意将其称之为美日巧妙陷阱。再往前追溯，日本首相菅义伟还多次和中国周边邻国打电话，妄称中国单方面改变东海、南海现状，谴责中国的海警法。然而，改变现状的是日本才对。日本多次和域外国家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展开联合演习，导致地区局势升温，好从中渔翁得利。外界大部分观点认为，日本是被美国利用的棋子，跟着美国的节奏起舞。但现实情况是，日本并不甘于当棋子，而是棋手，在恶华政策上比美国还要积极。因为关于台海问题，日本显然要比美国焦虑。所谓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一向有过度的忧患意识，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会挤占其空间，并削弱其在亚洲的地位，更担心中国解决台海问题后直接扼住了日本经济命脉。如果说最有可能在台海冲突中介入的国家，非日本莫属。所以菅义伟心里明白得很，这次妄称台湾为国家，更是一次毫无底线的低级挑衅。对此，中国外交部作出强硬回击，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立即做出明确的澄清。这只是一方面，我们又该如何戳日本的命门呢？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应该到了在意的时候了。从很久以前，人类就开始梦想着实现飞天梦。某种程度上来说，飞向遥远的星球之所以称之为梦，很大程度上与其技术难度相关。很多人都将航天事业称之为站在人类工业文明金字塔塔尖的行业，可见其对科学技术的要求之高。在此基础上，人类火星探测任务的难度则更大。据数据统计资料显示，人类火星探测任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在2020年以前，人类总共进行了44次探测任务，但是遗憾的是，完全成功的概率只有1半左右。不同于月球探测任务，火星距离地球的距离更远，同时火星条件也更加恶劣，这为人类的探测任务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但是中国做到了。日前，国家航天局举行了天问1号探测器着陆火星首批科学影像图的揭幕仪式。在这一揭幕仪式中，祝融号火星车拍摄的着陆点全景、火星地形地貌等影像图被公布出来，一时间让国人沸腾。在看到祝融号火星车与着陆平台的合影后，国人直呼祝融号的镜头感真棒。当然，让人震撼的不仅仅是影像本身，更多的是影像背后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分析人士指出，这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的标志，而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也在国外引起了超强反响。一位曾经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生活和工作过的国际友人迈克尔表示，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一个20年前还从未被认为是太空探索的有力竞争者国家，可以说是幼儿园水平，而20年之后，这相当震撼，值得表扬。补充一点的是，除了有巨大的技术难度外，中国在探索太空的过程中还遭到了美国的封杀。美国航空航天局曾经扬言要永远保持对中国航天领域的巨大优势，但是如今，光是从中国圆满完成火星探测任务这一项来看，美国就已经狠狠地打了自己的脸。更加令人惊喜的是，中国现在不仅在和美国做同样的事情，甚至还有可能在太空领域超过美国。西方媒体预测称，天问1号已经表明中国是一个熟练的行星探险家，更为大胆的项目可能即将出现，包括在短短几年内将一对航天器发射到太阳系边缘，并在21世纪20年代末向木星进发。可见，火星探测器任务的圆满成功开始彻底改变国际对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偏见。对于中国未来可能在太空领域取得的成就，国际上也开始寄予很大的期望。